Hello，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大正法师哈。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个就是朱云来的一个最新演讲嘛。那么朱云来的这个演讲呢，它主要是一个宏观经济学的一个演讲，所以它涉及到了固定资产、还有零售业、还有疫情以及电动车的一些问题哈。所以呢，整体呢，我有可能要做4期哈。那么所以今天呢，这个是第1期哈。首先，朱云来是谁呢？朱云来是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长子啊，所以呢，他作为一个和政府相关、和政府有很深关联的一个学者呢，很能够告诉你现在中国政府掌握的经济数据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哈。那么朱云来呢，就用时间序列给大家展示了这20年以来的一些变化哈。首先没有变的是什么呢？就是固定资产的投资占经济的份额是没有变的哈。那么全球20年前，2001年的时候呢，固定资产投资占经济的份额呢是25%左右，那么现在呢也是25%左右。那么这个数据代表什么呢？就比如说你赚100块钱，然后呢你想去投资，你当中肯定要拿出25块钱去投资固定资产啊。你如果不去投资固定资产，你把这赚的100块钱全部都去买股票了，那么人家就觉得你这个人脑子有问题，是吧？所以呢，这个房地产呢，还有什么厂房啊，还有这些机械啊、办公楼啊，作为一个就是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啊，它一直的比例呢就没怎么变啊。那么全球 GDP 呢，从1990年23万亿到现在2020年的时候呢84万亿哈，翻了大概3.6倍哈。但是虽然全球 GDP 翻了那么多，成产比呢一直处于比较固定的状态啊。成产比就是指这个固定资产占整体经济份额的一个比例哈。所以呢，你可以知道就是固定资产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投资呢？它不能够带来很高的回报，所以固定资产是一个相对安全，但是它的利益收益率呢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投资哈，主要是用于回避风险哈。那么成产比这个东西呢，20年前是25%，现在也是25%，没有变化。那什么东西变化了呢？那就是贸易水平呢在20年之内呢下降哈。贸易和产值的比例呢，就是贸产比哈，在1990年是15%哈，到2008年的时候实际上达到最高点。也就是说，在2008年之前呢，全球这个国际化的趋势呢是无法阻挡的。但是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后呢，其实贸易呢都是有所下降哈，所以贸易下降的同时呢，就带来的就是逆全球化的思潮。也就是说，从90年到2008年呢，全球化思潮是这个全世界最主要的一个思想。但是呢，从2008年到2021年呢，基本上来讲，逆全球化思潮才是主流思想哈，爱国主义比那个全球化呢会有更大的市场哈。所以呢，说完了全世界宏观经济的这些变化之后呢，我们来看中国的特征哈。那么中国的固定资产占比呢一直在上升哈，它是从20%几呢一直往上攀升到40%哈，也就说明中国是一个高储蓄、高投资的一个国家，国家也在搞基建，基建就是固定资产，然后人民呢也在买房子。然后呢，中国的经济主体主要是2件事情，一个是房子，一个是造啊，那么就是制造业和房地产。朱云来的这个演讲呢，实际上是一个宏观经济学的演讲，所以呢，就要给大家补充一些就是经济学当中的一些最基本的常识。宏观经济学当中很重要，你一定要搞懂什么是流量，什么是存量哈。那么资产呢，它就是一个存量，然后呢，你赚的钱呢就是一个流量。举例来讲，就比如说你有一栋这个办公楼哈，那办公楼呢可能3个亿你要买哈，然后你这个办公楼每年给你产生1000万的这个租金，那么这个租金呢就是流量啊，然后呢这个办公楼呢就是这个固定资产，它就属于存量哈。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对经济学不熟悉的人呢，很喜欢去玩弄一些这些概念，就比如说他会把就是 Apple 啊，还有什么 Google 总体的市值，然后拿去和一个国家的 GDP 去相比，然后说，哎呀，你看这些大公司，它的这个市值已经超过了某些国家的 GDP 啊，然后说怎么样。但是问题就在于那个国家的 GDP 呢是流量，但是呢你这个 Google 啊 Apple 的那个股票市值这个东西呢是它的存量哈。那么全球贸易为什么会下降呢？它主要的背景呢就是这个收入结构发生了变化。朱云来的那个演讲呢还有讲到就是这个住民收入以及这个政府支出，还有就是企业产量这3个方面的一个占比的情况，在这20年当中有什么变化？首先呢，在中美欧日这4个主要的经济体呢，你就会发现他们的住民收入占比呢都是下降的。所以这20年呢，其实就是你在看人民逐渐贫穷的一个过程。然后呢，政府收入的占比呢也略微的下降。那么企业占比呢，从1995年的33%增长到了2020年的这个43%啊，涨了10个百分点啊。
所以说在这20年里面，中美欧日这4个主要的经济体都发生了一个就是居民收入下降，然后消费疲软，然后引发的贸易不振哈。然后呢，政府开支下降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公共服务的水平会降低哈。对于很多发达国家来讲呢，他们的公共服务水平呢，实际上是比20年要弱的哈。如果很多国家还想要维持以前的那个福利的话呢，它就会产生一个就是超支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它就要不停的发债哈。所以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发达国家这几年，比如说这个基建的维护啊，还有包括这个对应疫情啊，还有包括这个医疗卫生这方面，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就是因为政府没有钱了。很多政府呢，在疫情面前呢，都捉襟见肘。为什么？因为政府的有钱呢，都是存量，它不是流量哈。你比如说这个台湾整天说自己有很高的这个外汇储备，然后说拿那些外汇储备去买疫苗，不是，你的外汇储备呢都是存量，都不是流量。反正终归来讲，它不是一个立即就能挪动的一个现钱。所以呢，政府存量多和应急拿不出钱来这个问题呢，其实并不矛盾哈。所以呢，过去30年的趋势呢，就是人民收入下降，企业超过政府哈。现在的民众呢，在2020年的时候呢，是更愿意崇拜企业家而不是政治家哈，像任正非这样的、马云这样的哈。所以呢，具体到中国的角度来讲呢，这个房地产和制造业呢，这30年来呢，一直都还是经济的主力哈，并没有结构上的变化。而唯一的最大的变化呢，就是中国有了很多的 IT 巨头企业，这个才是中国近年来和美国差距急速缩小的一个重要原因哈。所以呢，中美矛盾呢，实际上就是 IT 的矛盾哈。贸易战这个东西就是虚晃一枪，最关键的是它对华为的一个封锁哈。那么在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讲 ，IT 它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它不属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它本身并不带来巨大的增量哈。因为呢，它就是渠道的一种，它和修路是一样的。就像你说这个高速公路修好了之后，你说这个路费会占国家的主要收入，那才搞笑嘛，是吧？你在路上运的这个财物，你在路上运的这些货物，才是真正国家的主要的收入哈。所以呢，2000年到2020年，其实这个世界呢，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是呢，2020年中国呢，和全世界又有很大的不同。2000年的中国呢，要生产这个 GDP 流量呢，它需要外国的投资。那么，但是呢，2020年开始呢，中国呢就可以开始自己给自己融资造血，因为呢，它的 IT 发展之后呢，可以让产业竞争升级，然后呢，也可以让你的投资渠道增多啊。但相反的话，你像台湾这种地区，包括还有匈牙利这样的国家哈，他们到最终呢，还是需要国外的投资，所以呢，他们就必须要特别的谄媚哈。你说在中国人眼里就觉得台湾人对这个日本人和美国人这种谄媚实在是有点不要脸哈，就是说什么哎呀，日本送了那些他们自己不打的那些血豆腐的 AZ 疫苗给台湾，然后那个就是谢长廷在那里啊，这个鞠躬啊，鞠90度，鞠得那么开心，然后呢，他陈时中戴口罩，哎呀，谢谢日本，阿里嘎多，这个写的那个样子。但是台湾现在这个态度和10年前的中国呢，其实也没什么区别。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呢，在其他国家呢都是什么都没有变，就是台湾和20年前没有变化，美国和20年前呢也没有变化。只有中国呢，在这20年当中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20年之内呢，有什么东西没有变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产业结构没有变，然后呢，中国的这个主流民意，还有各个国家主流民意呢，也都没有变啊。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他最主要的民意呢，就是民族保护主义啊。但是呢，渠道在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就讲这个言论的渠道呢，在这20年呢，其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所以呢，我们下一期就讨论一下以前为什么公知比较多，然后最后呢，我们又讲讲小粉红是怎么增加的哈，然后呢，顺便聊一下这个特朗普主义及黑中国是怎么样形成的。之前呢，我们从这个朱云来的演讲呢，给出了一些宏观数据哈，然后呢，讨论到了中国最近10年有了什么样的最大变化啊，就是讲到 IT 的一个变化，让渠道发生了这个改变哈。这一期呢，就开始讲 IT 给中国言论场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哈。前的话你会发现呢，就是说这个戾气啊，其实没有那么重。而现在这些东西呢，全部都被公开到网上，所以我就可以想象到，比如说你以前同学聚在一起吃饭，然后这么讲什么各种聊天，然后讲这个国家大事，讲这个讲那个，其实当中呢，这个民族保护主义的这个言论呢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呢，这些人呢，以前呢他没有上网啊，就是以前普通人没上网。现在为什么这种民族保护主义言论会增多呢？就是因为普通人开始上网了嘛。所以你要知道，中国公知言论最盛行的时候呢，
实际上呢，恰恰是手机互联网没有普及的那个时候，上网的起码都要大学以上。开始玩网游呢，都是上了大学之后才开始接触这个玩意儿哈。那个时候流行的很多都是单机游戏，都不是网游哈。只有到了大学之后，那个网络速度比较快，所以那时候只有上了大学之后才发现，哎呦，上网那么方便。然后那个时候呢，才真正的成为了一个网民哈。你要知道，中国只有20%的人能上大学哈，那上了大学那些人呢，就叫做半精英蛋子哈，他就不太喜欢和普通人讲一样的东西哈，他们想要的就是不俗哈。就离群闷骚哈，就像这个屈原的这个离骚哈，所以呢，他们很喜欢跟在这个叫做公知后面这个摇旗呐喊。所以呢，如果你和这个普通人一样呢，是搞这个民族保护主义啊，就显不出你的本事，显不出你的不同。所以当时大部分的人，包括我自己，都很迷公知，什么袁腾飞啊、高晓松啊、蒋方舟啊、韩寒啊这些。所以迷恋这种叛逆型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呢，其实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常态啊。所以小粉红呢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说小粉红以前一直都存在，只是说呢现在呢他们都用上了手机，所以呢他们的言论呢这个力量就会更大。这和这个特朗普上台也是一样。民主党人呢，他们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大部分都搞这个政治正确哈，他们整天就是说什么 LGBT， 然后说这个民主博爱啊，什么自由啊，什么这些人权啊这种东西。你要知道，这个很多东西呢，和美国的大部分的普通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正因为大部分人他不接受这个 LGBT， 所以呢，你只要接受它呢，就显得你好像很先进、很开明，就显得你好像是一个知识分子，就显得你好像很离群、很闷骚啊。所以呢，就是我现在看人都非常简单，就是你遇到一个批判政府的人，然后遇到一个支持 LGBT 的人啊，你就会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啊。他肯定是心高气傲，他肯定是看不起别人的。所以呢，你说为什么特朗普能够搞到7400万票呢？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以前的这个共和党的支持者，就是那些民族保护主义呢，他是不上网的哈，所以呢，这个舆论场呢，一直都被民主党那个精英分子所把持，他们以为他们国家100%都支持 LGBT， 所以特朗普的支持者呢，也不是说最近才冒出来，而是说他们一直都存在，只是以前呢并没有公开他们言论的渠道，但是有了网络有了手机之后呢，他们谁都可以做个视频，然后谁都可以开始上去讲啊，像那个史东基一样，就把这个他美国民族保护主义那个东西讲得淋漓尽致哈，就是说美国人的心态是怎样，他明明是个中国人，但是他对美国人的心态了解得一清二楚哈，所以呢这个时候你才发现哈，特朗普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有这么多人支持他，然后你才觉得这个民主党他们讲的那个政治正确啊，那个什么 LGBT 啊，实际上是有多么的没有人气啊。所以你说黑中国这个事情很奇怪吗？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就像我们在一起看东京奥运会的时候，顺便就会把日本黑一下，一模一样的啊，就是这些白人聚在一起，一讲到这个东西 Made in China， 他就是要黑中国一句啊。所以呢，这个网络上有各种各样的谣言，有各种各样的传闻，它肯定是很正常的嘛。人呢都喜欢在不伤害自己的同时展现他的攻击性呢，所以你说言论自由重要不重要呢？其实我觉得呢一般性啊，言论自由的90%呢都是情绪宣泄，不管是什么众人皆醉我独醒，还是说我爱集体我骄傲，不管你是爱国主义啊，还是搞这个个人主义，你都是一样的啊。就言论自由呢，就是让你舒服，让你爽。它不能够解决问题。你说美国塌了个楼，哎呀，你说他言论自由，好多人在那里哈，这个发言悼念啊，然后表现自己政治正确，然后立马去那边献花，然后围在一起啊，围着蜡烛啊，在那里祈祷啊，什么那个东西。但是他有任何一个人下去挖了吗？他不可能的嘛，他就是在那里，他就让自己爽完了就完事儿了，下面的人死活跟他有啥关系啊？所以你要知道，民主它不是政治学，它是一个心理学。我最近在看阿德勒的这个心理学，他就有讲。民主会议呢，它就是一个心理学，不管你的水平有多低，但是呢，只要在民主的体制之下，你就可以讲自己的意见啊。你说我这块地，我就是不想被国家征收。但是阿德勒这个讲法呢，其实也表现出了一点，就是民主这个东西呢，它并不在乎结果，它只要讲完了就完事儿了啊。你这个议会开完了，吵完了，大家意见讲完了，然后散会，然后什么都不干，这就已经足够了。然后大家回去呢，都心理健康的睡一觉就可以了，是吧？所以我认为呢，就是中国的公知呢和这个外国的议员呢，其实都一样啊，他们都属于那种精英分子。然后呢，他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他是
讲完就算，绝不动手啊。他们永远都是讲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什么都不到哈。然后呢，他们都心理很健康，每天都可以得意洋洋的展现自己的攻击性啊，要么批判政府，要么批判民众愚昧啊，这个那个，哎呀，把一大堆人攻击完了之后，哎呀，心里高高兴兴的去睡觉了哈。然后呢，又不会受到人家的攻击，风险特别的小，因为呢，你不行动你就没有风险嘛。你这个世界上，我跟你讲这个道理就是很简单，你只有行动才会有风险。你说话呢，你是没什么风险的，所以呢，你看他喊得很大声，但是实际上自己的风险是非常非常小啊。就是你现在所有的这些在中国网络上活跃的公知呢，他如果到外国去呢，他基本上都是以他这个口才呢，基本上都是当议员。所以我就认为呢，公知和小粉红这种呢，就是完全是情绪宣泄的这种人呢，他是不能拿来治国的哈。你治国呢，一定要动手。而且呢，治国最主要的呢是不能靠情绪，要靠理性。你什么东西呢都得分析完了，然后计算完了之后呢，你才能够行动啊。所以呢，这种言论自由、这种情绪宣泄的部分呢，实际上是最没有价值的。到最后呢，就是互相攻击，得不出共识。然后你想要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都解决不了。所以呢，你看这个言论自由呢，大部分也就局限于谈政治这方面哈。很多这个讲专业的东西呢，根本就没有什么言论自由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公司开会，懂这个技术的，懂这个系统的，就那么2-3个人哈，你再找其他人来开会都是浪费时间哈。我们之前有一个会议哈，然后呢把这个部长叫过来，那个部长兴冲冲的过来哈，然后呢还发表了一些意见，还讲这个讲那个。那个会开了15分钟之后呢，那部长啥也讲不出来，因为他没有一个是懂的啊。到最后呢，他就觉得这种跟技术有关的东西呢，以后就不要找他来开会了。你连懂都不懂，你怎么进来发表意见？言论自由也是这样啊，所以呢，你发现言论最自由的那些部分呢，基本上都是人文学科，就是说没有什么结论，专业性也不高的那些东西呢，他就意见的特别多。所以呢，凡是能够一大堆人聚在一起开会的东西呢，都是不专业的。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在专业领域呢，有没有言论自由呢，都没有差。它不是让你来发泄的，它不是让你来这个发泄情绪的。所以呢，中国在政治管理上呢，是严格执行专业化啊。中国的所有政治官员呢，在政治管理上面呢，都比外国的民选领袖呢要专业，所以对于中国这个体系来讲，他们并没有觉得言论自由有多么的重要啊。如果说这个言论自由呢能够给你提供一个情绪宣泄呢，那也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呢，关键是民主运行到最后呢，像台湾、日本、美国这种呢，运行到最后就是找那些公知出来管理啊，就是外行管理内行，非专业人士跑来管理专业人士哈，会讲的人来管理那些会做的人啊，那就完蛋了。你只知道一个皮毛，结果你就过来跟我们指手画脚。所以呢，这个愤青啊，年轻的时候呢，都比较向往这个公知啊。然后呢，但是你大了成熟之后呢，你终归要回归你的专业啊，你要脚踏实地啊。所以呢，我对于公知和小粉红呢，都不是特别的支持哈。就是因为呢，他们都太情绪化。但是呢，我也要讲一句话，就是现在中国年轻人呢，为什么爱国爱党的特别多？然后呢，小粉红为什么特别多？因为呢，这个民族保护主义呢，在大部分的时候呢，对这个国家是不利的，但是在某一个时候呢，对这个国家是有利的。在什么时候？就是你这个国家是第一名的时候。当你的民族和国家真的很强大的时候，然后你在你这个客观现实上面进行你的主观骄傲的时候呢，你就会有最大的这个能动性。所以呢，你说美国以前的这个民族保护主义为什么没有问题？美国是一个比中国更爱国的一个国家，它的民族保护主义呢只强不弱。但是那个时代为什么大家都不觉得反感呢？因为它美国就是最强的国家，对吧？它是最强的国家，外加一个最大的爱国。那么这个时候你撒开了爱，你就爱吧，对吧？哈喽，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大张法师哈。那么今天呢，把以前挖的一个坑给它给填了，就是这个朱云来的这个最新演讲的第3期哈，讲讲这个疫情对投资的影响。我本来呢是想做4期哈，结果呢发现这个量不够哈，所以第3期和第4期就放在一起讲了。那么也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宏观经济学分析当中呢，看到一个疫情对整个经济的一些不可恢复的创伤哈。首先呢，我们讲疫情以前的投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按照收益而言呢，国债是小于社债小于固定资产啊，也就是说你买国债的话呢，它的利息是最低的啊，社债的利息呢稍微高于国债哈，然后固定资产的回报率呢略高于社债哈，然后呢股票的收益呢更大一些，那么收益更大的呢就是那个比特币那些风险投资哈，所以呢这个世界上所有投资都遵循一个道理，就是风险越大这个收益越大哈，然后呢风险越小呢收益越小。
所以呢，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呢，都是源于概率哈，没有什么能够一夜之间吃成个胖子哈。对于有资产的资产家而言，他要选择的投资呢，更需要的是风险比较小的投资哈。所以呢，他40%的资产呢，他需要做这个投资保值哈。所以呢，这些有钱人的投资呢，当中有一部分呢是非常高风险的哈，因为他已经有一部分非常保值了哈。你比如说股票这个东西啊，股票要能上市的话呢，代表这个企业呢肯定是一个优良的企业，基本上上市公司的审查呢都是非常严格的。但是为什么就是股票里面会有这种叫做垃圾股，就是说非常不好的股票呢？就是因为它过去是优良企业，而现在呢被时代淘汰了哈。股票的主要风险呢就在于你看不清未来哈，你不知道什么企业呢是被时代淘汰的哈。但是我们话说回来，就是股票当中最优良的企业，比如说苹果啊、亚马逊这些哈，就是说他们的股价呢非常的稳定，也不会非常快的上升。但是同时呢，如果它作为一个优良企业的话呢，它也有其他的融资渠道，比如它会发行这个社债哈。那么很多有钱人呢，他就不去买这个苹果的股票，他有可能就会去买苹果的社债啊，相对来讲风险会更小一点。当然回报率呢是固定的哈，没有像股票里面那种玩火的那种心跳的那种感觉哈。你知道在资本市场里面呢，债是有优先偿还保证的哈。如果说它真的破产了，那么那些债呢会拿它的固定资产和它这个企业里面的什么有价票据啊什么这种各种东西来抵押。所以整体而言呢，这个股票呢就是炒作人类心理搞投机哈。它很多的时候，比如说什么 GameStop 像这样的股票会突然冲上去啊，跟它的业绩和它的未来性根本就没什么关系，就是一个社会心理的波动哈。所以呢，股票市场的风险性呢是远高于债市和固定资产的。所以呢，有钱人呢都一定会先买债，然后呢再买房哈。但是你要发现，疫情到来的时候呢，很多的投资呢都不行了哈，所以呢这个股票呢就会涨得非常非常的厉害哈。那么朱云来就认为呢，这个疫情到来之后会影响到哪些东西呢？最主要的影响呢，就是一些商业投资哈。你比如说电商是可以解决一部分疫情到来时候受到的损失哈，但是呢，在朱云来的数据里面研究呢，就是电商呢是不能覆盖全部行业的，它有2个行业呢是很难电商的。第一个呢就是奢侈品，第二个呢就是大型家电。你比如说吧，这个拼多多哈，大家买的东西很多哈，大家都拼这个什么 iPhone 手机啊，拼什么 iPad 啊，什么拼洗衣粉啊，拼这个大米啊，拼水果啊，很多很多东西。但是呢，在拼多多很少有人买劳力士啊，就是奢侈品卖的呢，已经不是它那个商品本身哈。它这个奢侈品的店呢，就是这种精品店呢，装修的特别奢华。跑到那种精品店，你就会发现，尤其是卖表的那种精品店，哎呦，那个西装革履、梳的这个油头锃亮的这么一个漂亮的一个就是卖表的一个经理哈，跟你来讲，娓娓道来这个表那个表什么这个专业知识怎么讲，服务的你特别开心呢。所以呢，你去买劳力士，你其实也是想要享受这样的这个服务嘛。所以呢，这种奢侈品呢，它本身它就不适合电商，它就是要卖一个高级的体验。然后还有就是大型家电，你说空调啊、冰箱那种，你也很难网购哈。而且你说这个奢侈品的消费者啊，大部分呢就是有钱，而且呢年纪又比较大，所以呢在疫情当中呢，这一部分的商业投资呢，基本上看不到任何投资的前景哈。现在很多的公司呢，在疫情当中呢，采取了这个在宅工作的一种方式哈。如果说这个在宅办公长期化的话呢，那么商业地产的投资价值呢，也会进一步的下滑哈。所以呢，固定资产的投资路径呢，在疫情当中呢，被极度的缩窄哈。所以呢，你在这个时期，你还去搞这种商业地产的投资，然后你想开什么饮食店呢，开什么精品店啊，这种都是不太切实际的哈。所以呢，这一部分就是固定资产的这个投资呢，基本上没有去处哈，然后呢，它就只能够涌入股市哈。所以呢，我们就说疫情在欧美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悖论哈。一旦疫情控制之后呢，它一旦消费进行反弹，就是中国的疫情呢也已经告诉你了，只要你的疫情控制住呢，它有一段时间呢会形成一个叫报复性消费，然后这个时候呢来钱非常非常的快，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必须马上很快的从股市里面把钱抽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呢肯定会导致这个股市呢产生崩盘的一个效应啊。但是呢如果你不想这个股市崩盘呢，那你就只能期望这个疫情不能控制哈。我讲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哈，我那天在看那个就是疫情的图
图表哈，就疫情的严重程度、感染人数哈。然后呢，我有一个同事呢走过来瞄了一眼，他就说：“哎，你这个图表和那个股票一模一样啊。”我说什么意思啊？就是当疫情越严重的时候呢，美国股票呢就涨得越高。所以呢，这个悖论呢，你怎么去解决哈？所以你把这个东西和中国现在的经济一联系起来，你就会发现哈，中国疫情控制水平和别人国家不同之后呢，它股市就很难涨。你就比如说这个东南亚这个疫情一扩散，越南这个 Nike 的订单一下子就不行了，是吧？然后呢，就是很多这个东南亚本来说疫情控制挺好的，一下子全都不行了，然后呢，一下都要封城，然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订单呢，知道中国人工贵，然后知道中国这边生产呢不如这个东南亚那边赚钱，但是呢，他还是要把订单拿回中国哈。所以呢，在中国就是很多行业，当他都能赚到现金流量的时候呢，那么这些钱呢，它就不会流入股市哈。所以呢，中国的这个股市呢，在这个中国控制疫情之下呢，其实是很低迷的哈。你必须要明白，就是普通人投资呢是为自己的梦想哈，他就是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哈。但是呢，富人的投资呢主要是为流量哈，他这个钱拿进去，不管或多或少，他都想拿回一点现金哈。所以呢，任何能把资本换成现钱的东西呢，都是最优先投资的哈。那么朱云来这个演讲呢，还提到了一些行业分析哈，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哈。那么也就是说，他专门讲了智能手机行业。那么智能手机行业，大家觉得，哎呦，好像这个苹果赚钱挺多，但是智能手机市场呢，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市场。其实它没有太多的增量，它的增量是在下降的。而且呢，苹果最强的呢，并不是在它智能手机这个行业，而是在它智能平板哈。我觉得 iPad 才是就是苹果推出来所有产品里面性价比最高、市场占比最好的哈。也就是说，当这个 iPad 它这个计算能力和这个功能是要比手机都还要强，但是它的这个价格呢只有手机一半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 iPad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值。但是呢，有一个市场呢，朱云来是比较看好的，它就是这个电动车的这个行业哈。那么它的分析是这样的啊，电动车最大的优势呢，不是说它环保节能啊，大家可能都没有想到，电动车最大的优势呢，是它改变了它的生产方式哈。也就是说，电动车呢，从 SKD 转为了 CKD 的一种生产方式哈。SKD 是什么 ？Some knockdown 啊 ，CKD 是 complete knockdown。也就是说 SKD 呢是半分解生产方式哈，然后 CKD 呢是完全分解的生产方式。那么在研究全球集装箱数据的时候呢，朱云来他们的团队呢就发现，就是汽车散件的这个装箱数据呢大量的上升哈。就这个电动车和其他车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它用电池，而这个电池呢可以作为一个零件，然后通过集装箱运输，然后运送到所有的国家哈。那么就会导致你这个汽车就变成了一个 PC 哈，就变成了一个家用电脑。我们小时候都喜欢组装电脑嘛，什么风扇啊，什么 CPU 啊，硬盘，不同的公司我拿过来都组装一下。那么现在汽车就变成这样，以前的这个油缸啊，还有包括什么气缸这样的东西呢，它有这个气密性的要求，然后呢，它又是一整件，然后那个不规则的形状有很多这个要求啊，所以呢，它这个东西呢，它只能够在当地生产哈，然后需要有这种更高的工艺，然后有更高的工业化水平。但是呢，当它变成电池之后呢，就不一样，电池呢就可以把它都垒到这个集装箱里面，然后呢就运到这个国家里面，然后呢就由他们来组装。你就可以想象以后在非洲的国家，它要造一架电动车，那么它就会从全世界调来最好的零件，然后呢在他们国家里面组装，那么就会导致这个电动车呢在发展中国家呢大为的普及哈。那么所以呢，你就看日本是不是有点落后了？它这个氢能源，它和这个电动车最大的差距，不是说谁对环保更好，不是说谁更节能的。关键的就是说，你氢能源汽车你还是不能够 CKD， 你不能够全分解的在其他国家组装啊。所以呢，到最后呢，你就会发现，当日本的氢能源车可以推广出日本，可以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卖的时候呢，这个发展中国家其实已经遍地充电桩，遍地电动车哈。所以呢，作为一个宏观经济学者，朱英来做的这个研究呢，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我个人觉得，他可以看到一些疫情对产业的影响，以及就是将来整个产业发展的这个方向。所以呢，这些东西呢，我觉得都有必要分享一下，好吧？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